刘长福推开福来顺饭馆的后门，寒风裹挟着碎雪，争先恐后地灌进厨房。老人眯起眼睛，望向垃圾桶边那个弓着背的身影。天这么冷，进来喝碗热汤吧，他喊道。垃圾桶旁的张德厚抬起头，眼神中闪过一丝犹豫，随后轻声回答：不麻烦您了。刘长福坚持着，都快零下10度了，进来暖和暖和。就这样，一碗面条开启了2个老人长达10年的故事。大家好，开始今天的分享之前，希望你能给人间烟火点个订阅，我将会分享更多优质的内容。北方城市的冬夜格外漫长，刘长福穿着厚实的棉袄站在后厨门口，手里捧着一袋厨余垃圾。值班的小李已经离开，现在只剩他一个人关店。68岁的刘长福是福来顺饭馆的第3代传人，在这条老街上经营了近30年。推门的瞬间，刘长福看到一个弯腰驼背的老人正从饭馆的垃圾桶里翻找着什么。老人身上穿着一件褪色的粉色棉衣，脚上则是一双开裂的旧皮鞋，肩上挎着一个破旧的布袋，头发有些乱，戴着一双破旧的手套。寒风呼啸，雪花在路灯下旋转飘落。刘长福心头一颤，不由自主地喊道：大爷，冷了吧？进来喝碗热汤暖暖身子。老人抬起头，露出一张饱经风霜的脸，那双眼睛十分清澈，与他破旧的衣着形成鲜明对比。他连忙摆手：不用了，不用了，我就是看看有没有能用的东西，都快零下10度了，进来暖和暖和吧，我这正好收摊，还有些剩菜。刘长福坚持道。犹豫片刻，老人点了点头，拍了拍身上的雪花，小心翼翼地跟着刘长福进入后厨。暖气扑面而来，老人的脸上浮现出一丝舒适的表情。刘长福引他在员工休息区坐下，亲自下了一碗牛肉面，还特意多加了2片牛肉和1个卤蛋。吃吧，趁热。刘长福将面条放在老人面前，老人双手接过，微微低头：谢谢您。他小口地品尝着，突然停下来，抬起头问：这个汤底是加了香叶和桂皮吧？刘长福惊讶地瞪大眼睛：您怎么知道？这可是我家祖传的配方。老人笑了笑：闻得出来，火候也掌握得很好，面条劲道，不软不硬。刘长福更加好奇了：您懂厨艺？略懂，略懂。老人继续吃面，每一口都很珍惜。吃完后，他主动拿起碗筷走向水槽：我来洗吧，算是谢谢你的款待。刘长福想阻止，但老人已经熟练地开始清洗，他的动作干净利落，一看就知道不是外行人。洗完碗，老人又拿起拖把开始打扫地面，动作麻利的让刘长福暗暗称奇。您贵姓？刘长福问道。免贵姓张，张德厚。老人放下拖把，朝刘长福伸出一只粗糙的手。刘长福，这家店的老板。刘长福握住了那只手，感受到了上面的厚茧。张德厚拿起肩上的布袋，转身要走。天不早了，我该回去了。感谢您的面条，很久没吃到这么正宗的牛肉面了。明天这个时候，您要是方便，可以再来。刘长福不假思索地说，随后从口袋里掏出2张纸币，拿着，买点吃的。张德厚坚决地摇头：面我可以吃，钱我不能要。如果您不嫌弃，我可以帮您打扫店面作为回报。刘长福看着那双倔强而有尊严的眼睛，收回了钱，点头道：好，那就这么说定了。送走张德厚，刘长福关上门，站在空荡荡的店里，不知为何，他感到一种莫名的温暖。多少年来，
他每天面对的都是形形色色的顾客，很少有人会让他如此在意。张德厚那双浑浊却又清澈的眼睛，以及对面条的专业点评，都让刘长福感到这个拾荒老人身上藏着不为人知的故事。回到家中，刘长福对着亡妻的照片轻声说：“今天遇到一个有趣的老人，他很懂吃，眼睛里有故事。秀兰，你说他会是什么来历呢？”照片中的女人永远微笑着，仿佛在倾听丈夫的话语。寒冬过去，春风拂过老街，张德厚成了福来顺的常客。每天傍晚收摊时分，他都会准时出现，帮忙打扫卫生，然后吃一碗刘长福特意留给他的饭菜。最初，店里的老顾客对张德厚的出现议论纷纷，有人皱着眉头，有人指指点点。王大姐是附近服装店的老板，她曾直接对刘长福说：“老刘啊，你这样让流浪汉在店里吃饭，影响卫生不说，万一吓跑了顾客怎么办？”刘长福只是笑着回答：“张大爷人挺好的，只是生活困难，他很讲卫生，打扫得比我们小工都仔细。”渐渐的，顾客们发现这个拾荒老人确实与众不同，他总是保持自己的整洁，虽然衣服破旧，但从不肮脏。他安静地在角落工作，不打扰任何人。最重要的是，他那双眼睛里透出一种与流浪者身份不符的智慧和尊严。一次，刘长福进了一批新鲜的黄花鱼，张德厚帮忙搬运时，轻轻捏了捏鱼鳃，然后告诉刘长福，这批鱼有3条不太新鲜，最好今天就用掉。果然，刘长福检查后发现他说的没错。另一次，厨房的主厨小赵在调制一道新菜时遇到了困难，张德厚路过时小声提醒：“试试加点陈醋，能提鲜。”小赵半信半疑地照做了，结果那道菜得到了顾客的一致好评。清明时节，刘长福带着祭品去给亡妻扫墓。当他准备出门时，发现张德厚已经在店门口等候。“我想和你一起去，如果你不介意的话。”张德厚说，手里还拿着一束自己采来的野花。刘长福心中涌起一股暖流，默默点头。来到墓地，刘长福介绍道：“这是我妻子秀兰，走了5年了。”张德厚恭敬地鞠躬，将野花放在墓前。“嫂子，您丈夫待我如亲人，我来看看您。”回城的路上，春雨淅沥，刘长福撑开伞，刻意靠近张德厚，确保他不被雨淋湿。“你有家人吗？”刘长福小心翼翼地问道。张德厚的眼神暗淡下来：“有过，妻子带着儿子离开我已经20年了。”“为什么？”刘长福忍不住问。张德厚沉默良久，才轻声说：“我太执着了，不懂得妥协，最终失去了一切。”雨声中，刘长福听到了一个商人的骄傲与失败，听到了一个丈夫的固执与悔恨。虽然张德厚没有详细讲述，但刘长福似乎明白了什么。2个孤独的老人，在这个雨天，心灵更加靠近了一些。那晚，刘长福煮了一壶好酒，2人对饮，酒至半酣，张德厚轻声唱起了一首老歌，嗓音沙哑却深情。刘长福惊讶地发现，这首歌正是他和秀兰年轻时最爱听的。不知不觉中，一滴泪从他的眼角滑落。“抱歉，勾起你的伤心事了。”张德厚停下歌声。刘长福摇摇头：“不，唱下去，真好听。”月光透过窗户洒在2位老人身上，酒杯相碰的声音清脆而温暖。那一夜，2个孤独的灵魂找到了彼此的慰藉。初夏的一个中午，福来顺里客人爆满，刘长福在厨房里来回奔走
脸色通红，汗水湿透了衣背。突然，他感到一阵剧烈的胸痛，手中的碗啪地掉在地上，整个人也跟着倒下。老板！小赵大喊一声，冲上前扶住刘长福。张德厚正在后门帮忙接收蔬菜，听到喊声，立刻跑进来，看到刘长福痛苦的表情，他二话不说，拨开围观的人群，熟练地检查了刘长福的脉搏和瞳孔。快叫救护车，可能是心肌梗塞。张德厚果断下令，同时帮刘长福松开衣领，让他平躺，抬高双腿。救护车很快到来，医生惊讶于现场的急救措施如此专业。张德厚坚持要陪刘长福一起去医院，一路上握着他的手，不停地安慰：别怕，会没事的。检查结果确认是轻度心肌梗塞，需要住院治疗。刘长福躺在病床上，一脸忧虑：店里怎么办？这正是一天中最忙的时候。张德厚拍拍他的手：你安心养病，店里有我。刘长福虚弱地笑了：你能行吗？张德厚没有多解释，只是说：相信我，我在餐馆待过。接下来的日子，张德厚几乎住在了福来顺。白天，他指导厨师调整菜品制作；晚上，他仔细清点账目；深夜，他还要赶去医院看望刘长福，给他带去当天的营业情况。医院里，刘长福听着张德厚的汇报，惊讶地发现店里的生意不但没有因为自己的住院而下滑，反而有所上升。你到底是什么人？刘长福忍不住问道。张德厚只是笑笑：等你出院了再说。2周后，刘长福终于出院，回到饭馆。推开店门的那一刻，他惊呆了。店里的桌椅摆设略做了调整，光线更加柔和，墙上还挂了几幅老照片，都是这家饭馆几十年来的历史瞬间。最让他吃惊的是，店里多了不少年轻顾客，他们拿着手机拍照，还在社交媒体上打卡。往日那些老主顾也都在，脸上带着满足的笑容。这些都是你做的？刘长福问张德厚。张德厚点点头，做了一些小调整，希望你不介意。回到后厨，刘长福发现菜单也有所改变，传统招牌菜依然保留，但增加了一些创新的组合和摆盘。店员们看到刘长福回来，都兴奋地围上来，七嘴八舌地讲述这段时间的变化。张大爷太厉害了！年轻的服务员小杨激动地说：他教我们怎么介绍菜品，怎么和顾客互动，生意比以前好多了。医生嘱咐刘长福需要静养，不能过度劳累，考虑再三。刘长福请张德厚继续帮忙管理饭馆，自己则负责指导和监督。张德厚欣然同意，但有一个条件：我只要1日3餐和一个住的地方，不需要工资。刘长福坚持要给他报酬。你现在是店里的主厨兼经理，怎么能不拿工资？张德厚摇头：你已经给了我尊严和家的感觉，这比什么都重要。刘长福感动得说不出话来，只能紧紧握住张德厚的手。从那天起，张德厚搬进了饭馆楼上的小房间，正式成为福来顺的一员。秋天的一个傍晚，刘长福坐在饭馆的角落里，看着张德厚在厨房里忙碌的身影。那个曾经在垃圾桶旁翻找食物的老人，如今指挥若定，气场十足。刘长福想起儿子刘明远在上海的工作，不由得叹了口气。如果明远在身边，该多好啊！他和张德厚一定会相处融洽。时光飞逝，2年后的春天，城市开始了大规模的改造工程。福来顺所在的老街被规划为文化休闲区，周围多了咖啡厅和精品店。
传统饭馆的客源开始减少。一天晚上，刘长福愁眉苦脸地看着账本，头上的白发似乎又多了几根。怎么了？张德厚端来一杯茶，放在刘长福面前。刘长福指着账本，最近生意不太好，年轻人都去那些新开的餐厅了。张德厚思考片刻，说：我们可以做些改变，既保留传统特色，又迎合新的消费需求。在接下来的日子里，张德厚带领团队实施了一系列改革，重新设计菜单，将传统菜品与现代口味相结合，改进摆盘，让食物更加赏心悦目。在店内设立故事墙，展示饭馆的历史和文化，甚至还开设了厨艺小课堂，让顾客可以学习简单的烹饪技巧。最引人注目的变化是店内新增的主厨推荐环节。每天傍晚，张德厚会亲自走出厨房，向顾客介绍当天的特色菜品，讲述背后的故事和制作理念。他那温和的语调和深厚的专业知识很快吸引了一批忠实粉丝。1个月后，福来顺重获生机，不仅老顾客纷纷回流，还吸引了许多年轻人和游客。当地媒体甚至做了一期专题报道，称福来顺是传统饮食文化传承与创新的典范。看着饭馆里熙熙攘攘的人群，刘长福内心充满了感激。他知道，如果没有张德厚，福来顺可能早已被时代的浪潮淹没。而现在，这家传承了3代的老店不仅生存下来，还焕发出前所未有的活力。一天下午，刘长福在整理旧照片时，发现了一张20年前的报纸简报，上面有一张模糊的照片。照片中的男人西装革履，正在一家豪华酒店的开业典礼上剪彩。虽然那人比现在年轻许多，头发乌黑，面容饱满，但那双眼睛却无比熟悉。这是张德厚。刘长福震惊地盯着照片。报道提到，这位上海餐饮业新星即将在全国开设连锁店。刘长福想起张德厚曾经提到的执着和失去一切，心中的疑惑更深了。正当他打算找张德厚询问时，门铃响了。刘长福抬头一看，愣住了。他的儿子刘明远站在门口，一脸疲惫。刘明远是刘长福唯一的儿子，大学毕业后去了上海，在一家大公司担任部门经理。自从母亲去世后，他很少回家，1年也就过年时回来住几天。这次突然造访，让刘长福既惊喜又忐忑。爸，我听说你病了，怎么不告诉我？刘明远放下行李，责备道。刘长福笑着摆摆手，都好了，小病而已，不想让你担心。刘明远环顾四周，惊讶地发现饭馆焕然一新，店里变化挺大啊，生意看起来不错，多亏了张大哥帮忙。刘长福说着，向厨房喊道：德厚，快来，明远回来了。张德厚从厨房走出来，擦了擦手上的水。你就是明远，你爸常提起你。刘明远警惕地打量着这个陌生老人。您是？他是张德厚，我的好朋友，也是店里的主厨。刘长福介绍道。我住院那段时间，多亏他帮忙照顾店里的一切。刘明远点点头，礼貌地和张德厚握了手，但眼神中明显带着疑虑。晚上，父子俩单独坐在楼上的客厅里，刘明远直截了当地问：爸，那个张德厚到底是什么人？你对他了解多少？刘长福讲述了他与张德厚相识的经过，以及这2年来的点点滴滴。刘明远听完，忧虑地说：爸，你就这么相信一个拾荒的流浪汉？他可能是冲着咱们家的店来的啊。
刘长福摇头，德厚不是那种人，是他救了我的命，也救了这家店。可你对他的过去一无所知。刘明远急了，我在上海见过太多骗子了，他们专门接近孤独的老人。刘长福打断儿子，德厚对我来说就像亲兄弟一样，这2年是他陪我度过最艰难的时光。刘明远无奈地叹了口气，爸，我是担心你。这样吧，我明天要回上海了，你跟我一起去住一段时间怎么样？我那里有保姆照顾你的起居。刘长福坚决地摇头，不，这里是我的家，店里离不开我，那家店已经够辛苦你了。刘明远有些激动，你现在年纪大了，该享福了，这就是我的福。刘长福平静地说，明远，爸爸知道你是好意，但每个人对幸福的理解不一样。对我来说，这家店就是我的一部分，我哪儿也不去。刘明远看着父亲坚定的眼神，知道无法说服他。第2天临走前，他特意找到了张德厚，想单独谈谈。2人在附近的公园长椅上坐下。刘明远开门见山，张先生，恕我直言，我对您的身份有些疑问。张德厚微微一笑，你怀疑我接近你父亲有不可告人的目的，我只是想保护我父亲。刘明远说，您能告诉我您的真实身份吗？张德厚沉默了一会儿，眼神望向远方。我曾经也有个儿子，和你差不多大，20年没见了，不知道他现在怎么样。刘明远有些不耐烦，您没有回答我的问题。年轻人，我明白你的顾虑。张德厚转向刘明远，但请相信，我对你父亲没有任何恶意。你可以调查我的背景，如果发现任何可疑之处，随时可以回来带走你父亲。刘明远盯着张德厚的眼睛，试图找出任何不诚实的痕迹，但那双眼睛清澈见底，只有坦然和一丝忧伤。最终，刘明远点点头，我会经常打电话回来，如果我父亲有任何闪失。不会的，张德厚打断他，我会像保护自己的兄弟一样保护他。刘明远离开后，刘长福问张德厚，明远跟你说什么了？张德厚笑笑，没什么，就是嘱咐我好好照顾你，他是个好儿子，只是太忙了。刘长福叹了口气，他对你有些误会，正常，他关心你。张德厚拍拍刘长福的肩膀，我要是有个这样的儿子，也会很高兴的。刘长福想起那张报纸上的照片，犹豫了一下，最终还是没有提起。每个人都有不愿提及的过去，他尊重张德厚的选择，无论张德厚曾经是谁，现在的他是刘长福最信任的朋友，这就足够了。光阴荏苒，一晃又是8年过去，福来顺在张德厚的经营下蒸蒸日上，成为这座城市的一张名片。刘长福也已经78岁，虽然精神矍铄，但日常事务越来越多地交给张德厚处理。刘明远每年会回来几次，虽然对张德厚仍有些疑虑，但不得不承认，这位老人确实真心对待他父亲。他甚至带着女朋友小陈回来吃过几次饭，对张德厚的厨艺赞不绝口。某个雨天的早晨，刘长福收到了一封政府通知，由于城市规划调整，福来顺所在的整个街区将在3个月内进行拆迁改造，所有店铺必须搬离。怎么会这样？刘长福拿着通知书，手微微颤抖。这家饭馆承载了他一生的心血，是他的根，他的魂。张德厚看完通知，安慰道：“别担心，我们会找到新的店面的。”接下来的日子，2位老人跑遍了城市的每个角落，寻找合适的新址。由于政府的补偿款有限，而新商圈的房租又极高，
他们始终找不到经济上可行的选择。要不我们就此收手吧。一天晚上，刘长福疲惫地说：“我年纪大了，也该休息了。”张德厚却异常坚定：“不，福来顺不能就这样结束。它不仅是一家店，更是一段历史，一种精神。”刘长福感动于张德厚的执着，想想也是，对于一个曾经失去一切的人来说，福来顺同样也成了他生命的一部分。就在他们一筹莫展之际，又一个坏消息传来，由于工程进度调整，搬迁日期提前到了2周后。2周，这太突然了。刘长福急得睡不着觉，身体也每况愈下，眼看着自己一辈子的心血就要付诸东流，他心如刀绞。张德厚看着刘长福日渐消瘦的身影，眼中闪过一丝决然。一天早上，他神秘地对刘长福说：“给我1天时间，我或许能找到解决办法。”刘长福疑惑地看着他：“什么办法？”张德厚只是微笑：“相信我，就像10年前我帮你打理店铺那样。”第二天，张德厚出门很早，直到傍晚才返回。当他推开门时，刘长福惊讶地发现他手里提着一个古朴的木箱，那箱子看起来很旧，但保养得当，上面雕刻着精美的花纹。这是什么？刘长福好奇地问。张德厚小心翼翼地将木箱放在桌上：“这是我10年来第一次，也是唯一一次请求你的信任。不管等会儿你看到什么，请记住，我对你的感情是真诚的。”刘长福点头：“我从未怀疑过。”张德厚深吸一口气，打开了木箱。木箱打开的瞬间，张德厚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，不知觉张大嘴巴。箱子里整齐地放着一叠文件和一本红色封面的存折。张德厚小心翼翼地取出存折，递给刘长福：“打开看看。”张德厚轻声说。刘长福颤抖着手翻开存折，眼前的数字让他几乎晕厥，680万元。他抬起头，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。这是什么意思？张德厚又拿出那叠文件，展开最上面的一份。这是城西金融中心附近一处商铺的产权证明，300平米，地段极佳。刘长福愣在原地，大脑一片空白。他怔怔地看着张德厚，似乎面前站着一个完全陌生的人。“你到底是谁？”刘长福终于问出了这个藏在心底10年的问题。张德厚苦笑着坐下，仿佛一下子老了10岁。“我本名张志宏，曾是上海鸿运天下餐饮集团的创始人和 CEO。在最鼎盛时期，集团拥有38家分店，年营业额超过2亿。”刘长福震惊地说不出话来。他想起10年前在垃圾桶旁弯腰翻找的那个老人，与眼前描述的餐饮大亨形象完全不符。20年前，我太过自信，想要将集团扩展到国外。张德厚，不，张志宏继续说道：“我投入了大量资金，却因为对国外市场了解不足，加上合作伙伴的欺骗，导致项目彻底失败，公司负债累累。我的妻子无法接受这样的打击，带着儿子离开了我。”刘长福感到一阵心疼，他知道失去家人是什么感受。接下来的5年，我拼命挽救公司，日夜工作，但最终还是破产了。张志宏的声音低沉：“我变卖了所有资产偿还债务，只保留了这些。”他指着箱子里的东西：“我本想东山再起，但那时的我已经心力交瘁，失去了继续奋斗的勇气。所以你……”刘长福不忍说完：“是的，我选择了隐姓埋名，独自流浪。”张志宏苦笑：“我想看看这个世界的真实面貌，也想惩罚自己的傲慢。
直到那个寒冷的夜晚，你给了我一碗热面。刘长福眼眶湿润，他永远不会忘记那个雪夜。这10年里，我本可以用这些钱重新开始，但我已经不在乎钱了。张志宏真诚地看着刘长福，在福来顺，我找到了久违的归属感和生活的意义。你待我如亲人，让我明白人生的价值不在于拥有多少，而在于内心的富足。刘长福伸手握住张志宏粗糙的手，你为什么现在才告诉我？我害怕真相会改变我们的关系。张志宏叹息道，在你眼中，我只是一个需要帮助的老人，而不是一个曾经叱咤风云后又跌入谷底的商人。我真是这种纯粹的友谊。屋外雨声淅沥，两位老人相对无言。多年的秘密终于揭开，反而让他们之间的距离更近了。现在，我想用这些钱和商铺帮福来顺重新开业。张志宏坚定地说，不是施舍，而是我想投资一个有价值的事业，一个承载着真情和历史的地方。刘长福激动地摇头，这太贵重了，我不能接受。张志宏严肃地说，长福，10年来你无条件地接纳我，给了我尊严和家的感觉。现在，请允许我回报你，这不仅仅是为了你，也是为了我自己，为了福来顺承载的那份匠心和传统。两个固执的老人对视着，泪水模糊了视线。多年来的朝夕相处，让他们比亲兄弟还要亲近。刘长福知道，拒绝张志宏的提议，不仅是拒绝一次经济上的帮助，更是否定他作为朋友的真诚回馈。我们可以合伙经营。刘长福最终妥协，但我坚持，这是我们共同的事业，不是你对我的恩惠。张志宏破涕为笑，一言为定。第二天一早，刘长福给儿子刘明远打了电话，简单说明了情况。电话那头，刘明远震惊地说不出话来。爸，你是说张德厚其实是上海鸿运天下的创始人张志宏？刘明远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，那可是当年餐饮界的传奇人物啊！我刚到上海的时候，还听同事讲过他的故事。你能帮我核实一下吗？刘长福问。虽然我相信他，但事关重大，还是小心为好。我马上去查。刘明远迅速答应。挂了电话，刘长福走进厨房，看到张志宏正在准备早餐，阳光透过窗户洒在他身上，勾勒出一个平凡而伟大的身影。刘长福突然意识到，无论张志宏的过去如何辉煌，他最珍视的是这个人本身，那个在寒冬里也不忘尊严，在困境中仍然乐观，用专业和热情点亮福来顺的老人。下午，刘明远打来电话，证实了张志宏的身份。他甚至找到了几篇关于鸿运天下的旧报道和张志宏的照片。爸，他真的是大人物。刘明远的语气充满了敬佩。我还联系了我一个在餐饮业的朋友，他说张先生在业内很有声望，他的失败被认为是商业环境变化的牺牲品，而不是能力问题。我就知道，刘长福自豪地说，仿佛张志宏的成就是他自己的一样。我请了假，明天就回来。刘明远说，我想见见他。正是的。第二天，刘明远风尘仆仆地赶到家。当他再次见到张志宏时，眼神中充满了歉意和尊重。张先生，之前是我误会了您。刘明远真诚地说，感谢您这些年对我父亲的照顾。张志宏摆摆手，别这么说，你是关心你父亲，这很正常。当晚，三人坐在一起，详细讨论了新店的计划。张志宏解释道，这些年来，我一直在暗中观察市场变化和消费者需求。我选择的那个商铺
位置极佳，周围有写字楼和高端社区，客源稳定。刘明远惊讶于张志宏的远见卓识，您早就计划好了。张志宏摇头，不，我一直留着这些资产，是为了等待一个有意义的机会，直到认识你父亲，我才找到了这个机会。刘明远沉思片刻，突然说，爸，我想辞去上海的工作，回来帮你们。刘长福惊讶地看着儿子，你不是一直喜欢上海的生活吗？以前是，但现在不同了。刘明远坚定地说，我在公司已经工作10年，早就想尝试自己创业，这是个难得的机会，能和你们一起工作，我很期待。张志宏看着刘明远，眼中闪过一丝欣慰，你很像年轻时的我，有冲劲，有想法，我相信你会给福来顺带来新的活力。刘长福感到一阵幸福涌上心头，多年来他最大的遗憾就是儿子离家太远，如今家人终于可以团聚，他看着面前这2个最重要的人，知道福来顺的未来已经有了保障，那就这么定了。刘长福高兴地说，我们3人一起把福来顺打造成这座城市最好的饭馆。3人碰杯，杯中的茶水在灯光下闪烁着希望的光芒。接下来的日子异常忙碌，张志宏带着刘长福和刘明远去看了那处商铺，位于城西金融中心附近的一条文化特色街上，周围环境优雅，人流量大。刘明远对商铺的地理位置赞不绝口，这里太理想了，周围有写字楼、高档社区，还有几家5星级酒店，客源丰富多样。张志宏微笑道，选址是餐饮业最关键的一步，我当年在上海开第1家店时，就是凭着对地段的准确判断赢得了先机。刘长福走在宽敞明亮的店面里，内心既兴奋又忐忑，这里比老店大了3倍不止，装修费用和人力成本肯定会大幅增加。他悄悄拉住张志宏，我们能行吗？规模这么大，风险也大啊。张志宏拍拍他的肩膀，别担心，我们有福来顺几10年的口碑，有你的烹饪技艺，有明远的现代管理理念，还有我的经验，我们会成功的。刘明远从上海带来了几位专业的设计师朋友，为新店制定了详细的装修方案。他们决定保留福来顺传统的风格元素，同时融入现代设计理念，创造出既有文化底蕴又不失时尚感的用餐环境。爸，您看这个设计怎么样？刘明远展示着设计图，我们要把故事墙作为核心元素，从老店搬过来，然后围绕它设计整个空间。刘长福仔细看着图纸，赞许地点点头，很好，这样既传承了历史，又有新意。张志宏则关注实用性，厨房的动线设计很重要，要确保高效运作。后厨区域要扩大，我们需要招聘更多的厨师。3人齐心协力，各展所长。刘长福负责菜品研发和厨师培训，把福来顺几10年的烹饪技艺悉心传授给新招聘的厨师们。张志宏处理供应链和财务规划，凭借丰富的经验建立起高效的管理体系。刘明远则主导市场营销和客户服务，为新店注入现代经营理念。装修进行了2个月，期间他们不断调整方案，确保每个细节都尽善尽美。刘长福每天都会来查看进度，看着空荡荡的商铺逐渐变成梦想中的样子，他的心情越来越激动。想不到我这把年纪还能开新店。一天，刘长福感慨地对张志宏说，都是因为你。张志宏却摇摇头，不，
是因为福来顺值得拥有新生，是因为你几十年如一日的坚持和付出。我只是有幸参与其中。刘长福看着这位朋友，内心充满感激。他想起10年前那个雪夜，一个简单的善举竟然带来如此深远的变化。生活真是充满了奇妙的缘分。同时，刘明远也在上海办理了辞职手续，和女友小陈一起回到家乡。小陈是广告公司的设计师，对新店的营销策划提供了很多专业建议。陈姐姐，你的想法太棒了！一天，刘明远兴奋地对小陈说：“我们可以为每道招牌菜拍摄精美的照片和短视频，讲述背后的故事，在社交媒体上宣传。”小陈笑着点头。福来顺有这么丰富的历史和文化内涵，一定会吸引很多年轻人。看着儿子和未来儿媳热烈讨论的样子，刘长福内心温暖。这家老店即将焕发新的生机，不仅因为有了新的地点和设备，更因为融入了年轻一代的活力和创想。装修接近尾声时，一个意外的惊喜出现了。市文化局的工作人员找到他们，提出将福来顺列入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的提案。你们家的传统烹饪技艺和饮食文化价值很高，文化局的李主任说，特别是在这个快节奏的时代，像福来顺这样坚守传统又与时俱进的老字号越来越少了。这个消息让三人欣喜若狂。列入非遗名录不仅是对福来顺历史价值的认可，也将带来政策支持和宣传效应。我们必须不负这份荣誉。刘长福郑重地说，新店更要把传统技艺发扬光大。在紧锣密鼓的筹备中，新店开业的日子越来越近。刘长福晚上常常睡不着，既期待又紧张。每当这时，他就会起身去厨房泡杯茶，坐在窗前，思考着这段不可思议的旅程。从一碗热面开始的10年友谊，如今将开启一个崭新的篇章。刘长福知道，无论未来如何变化，他们之间那份真挚的情谊和对福来顺的热爱，永远不会改变。金秋10月，崭新的福来顺正式开业。店门前挂起了红色的彩带，门口摆满了亲朋好友和商业伙伴送来的花篮。清晨，刘长福、张志宏和刘明远早早来到店里，为这个重要的日子做最后的准备。刘长福穿上了刘明远特意为他定制的厨师长制服，站在镜子前，不禁有些恍惚。镜中的老人头发花白，面容沧桑，但眼神依然明亮如初。他想起父亲当年将这家店交到他手上时的情景，心中百感交集。爸，您看起来真精神。刘明远走过来，为父亲整理衣领。刘长福微笑着点点头，没想到我这把年纪还能穿上新制服，见证福来顺的新生。张志宏从厨房走出来，同样穿着整齐的厨师服。怎么样，我这身打扮像不像当年的餐饮大亨？三人相视一笑，眼中都闪烁着期待和兴奋。早上9点，开业仪式正式开始，市长亲自到场剪彩，并宣布将福来顺列入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。媒体记者蜂拥而至，闪光灯此起彼伏。刘师傅，能分享一下福来顺成功的秘诀吗？一位记者问道。刘长福思考片刻，真诚地说，没有什么秘诀，就是用心做每一道菜，尊重每一位顾客。最重要的是，要有敢于创新的勇气和坚守传统的决心。张先生，作为曾经的鸿运天下创始人，您为什么选择投资福来顺？
另一位记者向张志宏提问，张志宏目光坚定，因为我在这里找到了真正的价值。福来顺不仅是一家饭馆，更是一段传承数代的文化和情感。今天的投资不仅是商业行为，更是对传统价值的保护和传承。刘明远则向记者们介绍了新店的创新之处，我们保留了传统菜品的精髓，同时融入现代烹饪理念，空间设计既有老字号的韵味，又满足现代人的审美和功能需求。服务模式上，我们引入了数字化管理系统，提高效率的同时不失人情味。开业当天，新店门庭若市，老街坊们慕名而来，欣喜地发现熟悉的味道在新环境中依然如故。写字楼的白领们午休时间蜂拥而至，被精致的环境和高效的服务所吸引。年轻的情侣们在社交媒体上分享美食照片，让福来顺成为网红打卡地。最引人注目的是店内正中央的故事墙，这面墙从老店原封不动地搬来，上面挂满了福来顺几十年来的照片、奖状和报道。在墙的最显眼位置，新增了一张照片，刘长福和张志宏在雪夜里的初次相遇。那是刘明远根据2位老人的描述，请画家创作的场景图。这面墙是我们的灵魂，刘长福对顾客们说，他记录了福来顺的过去、现在和未来。厨房里，张志宏指导着厨师团队有条不紊的工作，虽然点单量超出预期，但在他的调度下，每道菜都能及时送出，品质丝毫不减。控制火候，注意调味的平衡。张志宏不厌其烦地叮嘱年轻厨师，我们做的不仅是一道菜，更是一份记忆和情感。刘明远和小陈则在前厅穿梭，确保每位顾客都得到周到的服务。他们亲自向顾客介绍菜品背后的故事，让用餐体验更加丰富多彩。一位白发老人颤巍巍地走进店里，环顾四周，眼中泛起泪光。我从你爷爷那一辈就开始吃福来顺的面了，没想到现在还能吃到同样的味道。刘长福亲自为这位老顾客服务，2位老人坐在一起，回忆着老街区的点点滴滴，笑声中满是岁月的沉淀。开业第1天的营业额远超预期，但对3人来说，最珍贵的不是数字，而是顾客们满意的笑容和认可的评价。晚上10点，最后一批顾客离开后，3人终于能坐下来休息。刘长福泡了壶好茶，3个人围坐在故事墙前，回顾这难忘的一天。成功了！刘明远举起茶杯，这只是开始。张志宏微笑着点头，是的，福来顺的新篇章才刚刚开启。刘长福看着这2个他最信任的人，内心充满感激。谢谢你们，让福来顺能够继续他的故事。窗外，秋风送爽，月光如水，新生的福来顺在夜色中安静地等待着下一个清晨的到来。以上就是今天分享的故事，大家有什么想说的、想吐槽的，欢迎在下方评论交流。也更希望能给人间烟火点个订阅，我将会分享更多优质的故事内容。